剛剛我們私底下聊，因為你公開了你的這個對賬單，我只幫你算一下，你是賺了2056萬，很高。你說沒有，你這一波這樣子整個操作，你賺了5000萬。你把它講出來，我可以講嗎？對，差不多這個數字啦，就是說包括基金定期定額跟幾個股票賬戶，確實是差不多接近。所以那只是你的一部分而已。就是獲利的部分，就是今年賬面加獲利的部分。那您剛講的2000萬是我已經實現的獲利。對，好，所以說這個因為有這麼好的獲利，那這麼好的獲利，我也要很誠懇的講說，我今年上半年的獲利已經超過我過去2年 total 的獲利總和了。我們的年輕人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或者說所有人都要好好把握這一次 AI 的智慧資本主義的大牛市。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我們看過很多次人類歷史上面的一些大的變革，從鐵路啦，然後電力的變革啦，然后呢到這個網絡的變革，到現在的 AI 變革，這種變革通常都是100年才會出現的。对。那這種100年出現的一次際遇，我們人的一生可能都碰不到一次。我們常講嘛，成功要踏下第一步。所以不管你是一個月1萬塊、2萬塊，或者是一個月5000塊，先踏出第一步。對，一定要先踏出第一步，因為你有了第一步，你才會有第二步。如果你永遠在思考這個問題，就停留在寶傑剛剛那個問題上，在思考說我5000有用嗎？5000有用嗎？我乾脆還是拿去吃喝用掉了之後，你永遠沒有踏出那一步，你可能30歲就變40歲，40歲就變50歲了。如果你有投資台北股市，你現在一定心裡是七上八下，非常的一個恐慌。為什麼呢？我們看到現在台北股市輪動的非常的快，上禮拜五它還跳空漲停，看起來非常的好，就沒有想到到了這個禮拜，它居然就跳空跌停了。才同一只股票，怎麼才隔一個禮拜有這麼大的一個變化？那我們看到現在6月、7月是很多公司去公布它的財報，我們看到公布財報數字都非常的漂亮，都是歷史新高，都有非常好的一個展望。可是奇怪了，當你這個營收創新高反映出來以後，你股價居然下跌。我們看到這2天三星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甚至現在輪動的非常快，現在感覺上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股票，到明天就被人家棄之如敝屣，甚至现在在股市裡面有很多的鬼故事。我們看到現在很多著名的研究機構卻丟了很多的研究報告，一下告訴你不是 CPU 現在它這個延期，一下告訴你說現在這個載板它有問題，可是事後發現那根本都是假的，那根本就是這些研究機構有可能是要做股票的。所以面對現在股市裡面的虛虛假假，看到股市裡面的漲漲跌跌，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可以依循的原則？我們到底該怎麼去看待現在的股市？現在漲成這個樣子，它真的有可能在往上到達5萬點嗎？還是現在已經會向下修正？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邀請了在這一波非常早就提醒大家，它可能會進行一個波段的整理，大家要開始注意。當它開始提出來的時候，大家覺得不相信，說現在台北股市氣勢如虹，怎麼可能這樣子？就沒有想到現在的發展都跟他之前的預言一模一樣。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阮慕驊財經專家阮慕驊來跟我們聊一聊。慕驊你好。寶傑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麼我們剛才一開始講到說，因為我現在做在財經節目，對，我發現說現在每天好像就在做雲霄飛車。我看到有些股票我都覺得不可思議，是怎麼上禮拜五還跳空漲停鎖住哦？覺得這個股票應該來講，你至少要漲2-3天吧？沒有，到了禮拜一，它居然就跌停了。對，就講說原來是被當沖掉了。那我們就看到剛剛講到，你現在的財報非常漂亮，財報都創新高，就財報創新高，照理講你應該會有一波的這個漲幅，就沒有想到也跟着就下跌了。那你本來已經覺得很多都已經放在庫藏的、放在角落的，包括像塑化股啦、化纖股啦，現在反而大漲。那你現在做投資人來講，我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確實啊，我想你應該是講台光電吧？因為台光電周五漲停板，周一跌停板。你如果說是一檔小股票，那個股本比較低的比較小的股票，這樣的走勢我也不會意外。但台光電是10大權值股，10大權值股6000多塊。對啊。這樣子的股票居然可以周五漲停板鎖住，就如同你所講的周一打到跌停板鎖住，這其實是不可思議。就隔一天，就周二國巨跌停板，對，那可是首富的股票，首富股票跌停板，那有重大意義了。對，所以最近股市的雲霄飛車確實是非常劇烈。對，所以投資人的心情就像您剛剛所講的七上八下，這可以預見，但是實際上可以預警，這其實早就有預警。對，你很早就提出預警。
對，因為今年上半年寶傑1到6月股市是一個大漲的波段，只有3月出現大回檔。我們1月、2月持續的上漲，之後到3月，我們當月呢是跌了10%，加權指數跌了3691點。可是你知道嗎？4月馬上把3月跌的漲回來，全部回來，而且還漲超過，然後5月更是大漲，然後創下歷史新高，直到6月哦。大盤指數最高攻到48000點之上，哇塞，這不得了！這今年的漲幅，加權指數居然可以達到超過60%。对，這麼巨大的漲幅，在伴隨費城半導體指數在同一時間漲幅超過1倍，這是歷史上費半指最好的上半年漲勢。那當然，投資人會很樂觀啊，那種 FOMO 的情緒非常的充斥在市場上。但是呢，相對我們市場經驗久的人，我們就知道說呢，当大家太過樂觀的時候，當市場太過 FOMO 的時候，其實你應該要警戒，對，因為反市場永遠會出現。所以我在5月底的時候，我做了第一次減碼。那當時呢，就很多人講說啊，你賣飛了，但實際上賣不賣飛其實沒有關係，重點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那6月下旬的時候，我又做了第2次減碼，主要原因呢，我認為第3季的行情会比較上下的高檔震盪的行情，甚至可能會比較上下震盪偏向往下走的行情。是，所以在這邊呢，我的觀念很簡單，因為我剛剛不是跟您講說，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嗎？那我知道我在做什麼，我為什麼要減碼？其實我不是看壞行情哦，我並不認為台股會大跌，或者說走熊市，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我永遠認為說，你如果不把賬面上的獲利放到口袋變成真金白銀的話，它永遠就是只是賬面上的獲利，那是賬面富貴，对，紙上富貴。我跟大家溝通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很多人搞不清楚錢跟財富之間的關係。財富是什麼？我們房子啊、股票啊、各種資產叫做財富。錢是什麼？錢是流動性。所以財富它是存量，錢是流量。那你適時的要把存量變成流量，你有流量了之後呢，你才有這個條件去再建構存量。也就是說你要懂得這兩個水池之間的運用。那怎麼樣運用呢？其實反市場情緒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當大家很 FOMO 的時候，一味看好的時候，完全不顧風險的時候，其實你在這個地方先把錢放到口袋裡，錢又不會咬你。那這樣子的一個觀念呢，就促使了我連續2次的減碼。可大家很困惑是，這個情緒不是1天2天，已經很久了啊。對，那你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間？而且你這個時間你獲利非常可怕。對，我剛剛我們私底下聊，因為你公開了你的這個對賬單，我只幫你算一下，你是賺了2056萬，很高。你說沒有，你這一波這樣子整個操作，你賺了5000萬。你把它講出來，我可以講嗎？對，差不多這個數字啦，就是說，包括基金定期定額跟幾個股票賬戶，確實是差不多接近。所以那只是你的一部分而已。就是獲利的部分，就是今年賬面加獲利的部分。那您剛講的2000萬是我已經實現的獲利。對，好，所以說這個因為有這麼好的獲利，那這麼好的獲利，我也要很誠懇的講說，我今年上半年的獲利已經超過我過去2年 total 的獲利總和了。那所以當有這麼好的獲利的情況之下，我們會知道說要把錢放口袋。對，並不是看壞股市，我一定要強調這點，我沒有看壞股市，我也不認為股市會走熊市，而我認為這個 AI 的所謂那個 AI 智慧資本的大牛市還會持續下去。對。那但問題是你必須要在某個時間點上面呢去做獲利了結，這個持盈保泰。那這個其實是我一路以來的操作原則，所以我的操作的方式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做什麼，我要什麼，那我有我的策略。那寶傑你知道嗎？我獲利的這個部分，其實我並沒有把它資金閒置在那邊，我部分的資金我匯入到基金的定期定額的賬戶去，我還有另外一個長期的財富成長的賽道，那這個賽道呢是完全不停利也不停扣的，就是基金的定期定額。對，所以我把獲利在股票賺的錢，股票市場上主動操作賺的錢呢，換到我所謂的被動引擎，這個被動引擎就是基金長期的定期定額的賽道上，所以我並沒有讓錢閒置，而且我還加大了基金的扣款，因為我錢多了嘛，那我錢多了，我這個流動性就進到基金的賬戶，加大扣款，我又多買了好幾檔基金，讓它每個月再繼續的這個扣款。這就是你的28原則，也就是我20%是一個比較積極性的，對。然後呢，我就用這個去感受市場的這個溫度，對。但是我有80%放在基金，是一個我非常穩定的一個財庫。Exactly， 沒有錯。基本上你可以28，你也可以64，你也可以73。但是呢，寶傑講的沒有錯，就是基本上你的這個長期的基金的定期定額的這個財富的引擎啊，它的規模一定要比你在自己主動操作的引擎稍微再大一點，稍微大一點。对，比如說是64，或者說37、28，這些都可以。我覺得這個比例可以隨着你年紀調整了。是。
你的年紀越長的話，這個比例呢，在長期那一塊上面比例要更高一點。對，因為年紀大，承受風險的壓力比較小一點。沒錯，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我們常講，不同的時間、不同年紀的操作方式不一樣。所以我常鼓勵年輕人積極一點啊。很多人講說啊，我可不可以用槓桿？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你用一些槓桿，只要在槓桿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我不反對哦。對，我覺得溫和槓桿、適度槓桿其實是在你沒有本金的情況之下呢，去讓你財富比較快速增加的一個方法，尤其是一個多頭市場，溫和適度的槓桿是 OK 的。但年紀大的人千萬就不要去幹這種事情，因為你摔不得的。你想看年紀大的人一摔跤骨頭就斷了，對不對？我覺得有一幕非常有意思，就是在鴻海有一次股東會，有一個70幾歲的老先生，然後在那個股東會裡面，他這個資金大概有4、5千萬，他就去指責這個郭台銘說：“你這個股價怎麼還不低？”可大家質疑的是，你已經70幾歲了，對，你有4000多萬，你又不把那4000多萬拿出來，你好好過你的日子，你幹嘛放在股票裡面？就說你的不同的年紀，你這樣講，你對錢是有不同的感覺跟不同的這個使用的。對，很多年紀大的人呢，把錢放在股票或者自己財富賬戶裡面，寶傑，你知道那是一種安全感，安全感。對，因為他事實上他年紀大，他這一輩子很勤儉、克勤克儉，事實上他也沒有太多消費的習慣，對，所以你要叫他一下把這些4、5千萬拿出来花，他反而不知道怎麼花嘞，還不會。对，所以說他把那個錢放在股票賬戶裡面，好，他每天看一看他的賬戶的那個股票有沒有漲有沒有跌，其實蠻快樂的，我也不反對了。但是呢，我也同意你剛剛所講，其實年紀大的人呢，你要盡量的把你這一輩子累積的財富呢，把它用掉，好，那因為這個用掉呢，才用在你自己身上，那才是真正的財富。好，那其實我覺得你某個程度來講，也是反映了現在為什麼股票會上不去的原因，就是真的賺夠多了。對，你剛剛講，我半年的時間比我過去2年的時間賺的還多。然後剛剛講這半年的這個漲幅真是太巨大了，太巨大了以後，覺得每個人其他的獲利空間，也就是我的獲利空間，我如果發現不對，落袋為安，就要變成現在很多人的一個共同的心情。好，那現在來了。看到現在我們台股幾乎在46000，本來你要碰到48000，對，现在下來，对，看起來在46000上下在不斷的波動。那我這個時候，我到底是我要剛剛講，我要把現金抓在手上，然後呢，我現在這個時刻還適合我去投入這個股市嗎？好，很多人會有這個問題哦。那我溝通的方式就是，你不要看它過去漲多少，你要看它未來還有多少機會，因為過去已經過去了。好，比如說我們講說啊，台股從1萬點漲上來，台積電從380漲上來。寶傑，你還記得嗎？2022年那一年，國安基金7月進場，然後呢，進場完之後沒有多久，股市又崩跌了3000點。然後台積電當年2022年1月的時候，它股價是680，那跌到10月最低點哦，即使國安基金進場，台積電居然可以砍到380。那一年台積電股價幾乎腰斬。如果你在380去買台積電，那你現在是2000多塊，2400-500塊錢的股價。對，所以你不要去看說啊，我錯過了380，你還要去看看台積電未來還有多少的成長空間。我覺得這才是比較正面跟積極的想法，因為股票市場永遠沒有所謂等待的空間了。你今天要等到它回到380，不可能了。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也不建議這樣去想。好，那。那未來的空間有沒有辦法估算呢？其實是有辦法估算的。我們很客觀的可以用本益比、本益成長比各種角度去估算。好，比如我們講說本益比最簡單好了，台積電今年法人一般估計它的 EPS 至少超過100吧。那如果我們給台積電23倍本益比，那它合理股價就2300啊。如果我們給它25倍本益比，它合理股價就2500啊。那這是今年，但問題是今年已經快到。已經快到這個第3季，我們現在已經在第3季了，對不對？我們應該用 suppose 明年台積電的 EPS 來估它明年可能的股價，因為明年是未來，現在過去。好，那明年台積電一般法人估多少？可能估到130呢。寶傑，那你去算算看，如果我們再給它25倍本益比，台積電股價是不是有機會到3000？對。所以我覺得市場上看台積電3000，甚至有人看到4000，有人看到5000。Long term 看到5000，我都不反對哦。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如果就台積電這檔股票最重要的台股的這檔股票來看，你應該去看，不要去看它從380到2500，你應該去看它2500有沒有機會到3000到4000到5000。那用這樣子的角度去思考，同樣回到指數，如果台積電會到4000到3000，好，那台股是不是還有再繼續往5萬點更高的指數往上漲的空間呢？我再另外舉一個例子。道瓊這個1萬點的時候，就有人估道瓊會到3萬點。那時候呢，寫了一本書很有名的《道瓊3萬點》，還學者，結果就被人家罵說你根本就是唬爛亂講。可是道瓊現在多少？道瓊現在是5萬點。對。所以各位，你就發現其實基本上股票市場它是無限上綱的。正常的股票市場它長期一定是往右上角走。
那在中期呢，它可能會回檔修正完之後，隨着景氣循環，隨着產業的發展，它會往右上角走。所以我個人對股市呢，長期我是樂觀的，而且我是絕對做多的，我不做空的。為什麼？因為做多才有利啊。我們都知道嘛，你長期如果定期定額到現在，你的獲利可能是1倍、2倍、3倍。那如果你做空，你能賺到錢嗎？很難。是啊，而且做空很容易被尬。對，所以基本上資本市場一定是鼓勵做多的。那可是現在我有點困惑，就是好，你剛才講，我現在當然是要做多，那我現在要做一些指標。可是我今天看到現在的問題是，6月现在大家都要公布6月的這個財報嘛，對，不是上半年營收，有的數字都很漂亮啊，你今天公布的每個都很好啊。每個都大賺啊，而且你甚至有的都比去年搞不好還多了1倍多啦。可是你今天為什麼今天財報一公布了以後，財報公布反而是下跌的開始嘞？好，那這個道理呢，我就要跟大家再講一個所謂的股價跟它的這個那個股價跟它價值之間的關係。我們常講一個東西有它的價值，那一個東西也有它的這個價格。那這個價值跟價格之間呢，它有時候會乖離。所謂乖離就是說呢，它可能它價值是我們比如講好了，一個東西價值是100塊，它可能價格現在被人家炒，大家去追買這個東西，炒到200。可是它是200沒錯啊。如果你今天買了200，你現在賣給旁邊寶傑，我賣給你200，你會買啊。但問題是你回過頭去看它的價值是多少，它可能只值100，它只是一時情緒把它的價格炒上去，炒了1倍好了。那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我舉一檔大家耳熟能詳的3大權值股之一的台達電，2308，寶傑它今年股價最高漲到2580塊，一路上漲哦，它今年的漲幅是超過1倍哦，從年初到這個最高2580塊，就在2580塊的時候呢，它的漲勢就這樣結束了，然後它一路跌破2000。你能相信嗎？台達電這麼好的公司，居然股價會從2850塊，就是接近2600，跌破2000，而且跌破了一條非常重要的這個季線。季線是一條生命線，它居然可以跌破季線，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但它真的發生了。為什麼？它本益比太高了。對，因為台達電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好，也非常賺錢，而且它 EPS 也非常明顯在成長，營收也非常明顯在成長。問題是什麼？問題是它今年1到6月的股價漲幅超過1倍，最高可能到將近，我記得應該最高到1.5倍吧，接近1.5倍這樣子的一個漲幅，它其實已經反映了，對，它已經 price in 了它的這個它的這個目前的一個狀況。那只是呢，它現在目前的這個狀況呢，已經反映下去，而且它的價格已經超越了它的過去和這個應有的本益比的水準的時候呢，市場在這個地方它就會 take profit。Take profit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也就是獲利了結。但有人講說，現在台股現在這樣震盪，或台股現在的這個回檔，就是因為我現在要重新估值，因為就之前太熱、太樂觀。你剛剛講台達電就一路的衝上去，很多這個股票就一路衝上去。可是我要怎麼去判斷台灣合理的本益比？就是你剛剛講價值跟價格之間，那我怎麼去判斷它真實的價值是多少？也就是說，到底多少的本益比？因為我覺得現在大家開始慢慢冷靜下來了。然後你剛才講，我已經很多人賺了一大波了，我開始要落袋為安了。那我要怎麼去合理的判斷？用本益比，或者用什麼樣的這個數值判斷它是合理價格？好，那寶傑這個問題很專業哦，那我就試着回答你的問題。我為什麼會在5月底6月初 take profit 呢？就是跟台達電在2580塊 take profit 同樣的道理呢？是因為我就看到你剛剛所講的這個事情，我看到了台股現在目前的滾動本益比已經30倍了，然後我看到了台股現在目前的股價淨值比到4倍。這都是在過去的平均水準上面是超級高的。您知道我們過去10年的平均本益比是多少嗎？滾動本益比16倍，16對。所以寶傑現在是30倍，多1倍。那我看到了這樣的情況之下，我當然要 take profit 啦，因為它的滾動本益比到30倍，然後呢，它的股價淨值比到4倍，這是在過去的歷史長河裡面，它都是非常極端高的。那種極端高其實呢，就代表市場情緒已經熱到一種可能不是那麼理性的一個情況，因為這些數字是理性的，但市場情緒是不理性的。對，那你要回歸理性，你應該站在哪一邊？對，回歸理性。你懂得這些數字，你會去看這些數字的人，你應該會站在理性這一邊吧？所以我就 take profit。但是寶傑剛剛又在問到說呢，那未來如何呢？對不對？未來我們要去看不是滾動本益比，我們要去看前瞻本益比。前瞻本益比是什麼？滾動本益比就是過去4季的本益比。前瞻本益比呢，就是未來4個季度的本益比。好，那我跟大家報告，相對又樂觀了。為什麼呢？因為台股今年的上市櫃公司的獲利，那 EPS 的這個盈餘啊，成長力度可能超過45%。
我們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數字去計算的話，30倍的滾動本益比呢，現在就會掉到22倍。那22倍會不會很高呢？不算低。但是呢，以台股這麼強勁的 AI 帶動的整個 EPS 的增長，在供應鏈這麼強勁的增長，它是可以被接受，因為很多外資也都進來，對，甚至可以更高，可能可以，我們可以容許它到25倍、26倍這樣子的一個前瞻本益比。那代表什麼呢？代表如果你用未來4季去看的話，那其實就不貴了。但問題是什麼？問題是因為它過去4季已經漲這麼多的情況之下，它終究要休息一下，所以我們現在呢會比較用滾動本益比來看。但是呢，進入到第3季末、第4季的時候，我們就會去看前瞻本益比。所以這個本益比的運用，其實是存在價值跟價格之間關係的這個鏈條上面。那也就是說呢，你有經驗的人，你懂得去看這些數字的人呢，你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用什麼本益比來看，你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用另外一個本益比來看。也就是說，當第3季如果股市修正下去，我告訴各位，那是非常好的事情。股市如果修正下去，等着撿便宜，是的，完全正確。股市修正下去就是最好的買點。我可以這樣講，我就在等着這個股市明顯的修正下去，那我的流動性又會重新進到股票，去撿一些我覺得今年下半年第4季，然後到明年有成長的這個產業跟族群。因為我覺得我最近看到一個數字，我覺得有趣。我要外資這1到6月，它整個台股賣超8000多億，然後呢，你想說這8000多億就離開了吧？沒有，它其實在6月的時候，它淨匯入還有2000多億。現在的這個外資在1到6月，它在進來2.4兆。現在外資在台灣 parking 的錢有12兆，我覺得那個情緒是一樣。也就是說，外資現在在虎視眈眈台股，就跟你的心情一樣，我前波已經賺很多了，对，我現在很多還開始落袋為安，可是我有很多要抽回去我的這個美國的這個母公司，可是他還是留了很多錢呢。你光1到6月，他有1.2兆，他2.4兆，我錯了，2.4兆，他現在在整個台灣放了放了12兆，這12兆是不能放定存的，這是沒有利息的，我就放在這裡，我就是等着看到台股有沒有低價的時候，那個時候再進場。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力道會非常非常的可怕。對，其實外資我常常講說，他來台灣是來 make money 的啦，他不是來當慈善大爺的啦。他來這邊賺錢，他其實他是最厲害的哦，他懂得整個市場的這個運籌帷幄。所以當他一直站在賣方的時候呢，就是他在 take profit 的時候，或者說呢他在做那個 rebalance 的時候，因為外資我們知道外資有很多種。它其中很大的一種外資呢，就是退休基金或者說呢，我們講主權基金。那像這種基金它有種特性，就是說它每到季底的時候、半年的時候，它一定會去做一次 rebalance。什麼叫 rebalance 呢？就它會做再平衡，它的投資組合，它會去怎麼做？它會去賣掉那個漲很多的，它那個權重偏移的，然後呢，它會把賣掉的錢呢，一部分 take profit， 另外一部分它會去買那些權重相對這個下降的。偏移向下的，然後去做一個回到前一季的完全的權重的一個情況。所以他們在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呢，那些漲多的股票就會被砍殺，因為那些漲多的股票就是 take profit， 而且它就是權重往上偏移的，是，他會把那些漲多的股票賣掉。比如說台達電就是這個例子，台光電就是這個例子，這些股票都非常好，那為什麼會被賣呢？因為外資在 take profit， 因為他在做 rebalance，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每到季底。半年的時候，大家特別注意法人的這種所謂的再平衡的操作。好，那就是你前面講的是上半年或前一段時間，大台灣整個社會風暴的氣氛非常濃厚，我都擔心我會失敗，我會沒有賺到這個錢，然後我會投資進來。可是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你曾經講過，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們都很年輕，你說那時候你現在還是很年輕的，你賠了300萬，對，可是你現在居然可以反手可以賺這麼多錢。這個過程你到底怎麼學習？我覺得大家不用對年輕人來講，我覺得對很多年輕人來講，他如果要從工資、從薪水，我覺得他要翻身或者要他的階級移轉，我覺得非常困難。投資可能是很多人唯一的可靠的依據。那你自己的經驗，你怎麼從那個賠300萬到你現在有能力來判斷，你有能力來解讀這些數字，有能力來去感覺這些趨勢，這過程你怎麼來學？好，我覺得這個分2個部分，一個部分呢是宏觀大環境。寶傑，你還記得嗎？我們年輕人的時候，其實台股並不是很好的環境，很慘的，並不是很好。我們其實我們剛出來的時候很好，到了12000點，後來啪掉了3000點，對，然後後來就再也起不來了。你看嘛，幾任總統阿扁啊、馬英九啊，他們
這幾任總統，這16年，對不對？都是股市上萬點為目標，對，都是達到1萬點之後就跌回去，達到1萬點去，代表台股是什麼？台股1萬點的天花板。那我們過去有一個民國79年的高點12682，一直都沒有突破過，對，直到蔡英文當總統的時候突破了。好，然後呢，現在一路往48000點走。好，所以你發現其實我們以前可能在跑新聞啊，或者說剛剛開始那時候那16年，其實基本上股票市場其實不是一個太好環境，所以你知道那時候最紅的是什麼嗎？境外基金因為美股啊，對，其他的股市都比台股好啊，所以大家很風行買境外基金去投美股、美國科技股，对不對？好，那時候呢，因為股市大環境不好，其實呢，它也講實在，它也沒有賦予你太多的機會。那所以你在那樣的市場裡面跌跌撞撞，其實跟大環境是有關係的。那我當初一入社會，其實我是錯過了79年那個大多頭，那就進入到了我們講的這個台股1萬點天花板的這個時代。好，所以呢，在那段時間呢，就跌跌撞撞，直到這5年台股噴飛的一個行情。我知道機會來了，而且呢，你必須時也運也命也是的，這個就是一個大的 timing。那你不把握這個 timing， 你要把握什麼 timing 呢？所以說，在這個 timing 上面，再加上我在前面的這20年的時間，不斷的學習跟摸索，培養出來我自己對股市的認知，不管從產業面、技術面、籌碼面到各個方面的認知，然後呢，正好又配合到大環境，所以我講說。講在一個人哦，就是你剛剛所講的時也運也命也了。如果你沒有大環境，你再厲害你也沒有用。對，如果他今天是空頭市場，你說你再厲害可以賺錢嗎？我才不相信。是，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面，它是有大環境跟個人就客觀環境跟主觀環境的配合。所以你說現在是對台灣人來講，或對很多台灣年輕人來講，現在很難得就是你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機遇，絕對是。所以我一再講，我們的年輕人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或者說所有人都要好好把握。這一次 AI 的智慧資本主義的大牛市，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我們看過很多次人類歷史上面的一些大的變革，從鐵路啦，然後電力的變革啦，然後呢到這個網絡的變革，到現在的 AI 變革，這種變革通常都是100年才會出現的。對，那這種100年出現的一次際遇，我們人的一生可能都碰不到一次，更何況我們已經碰到過一次網絡變革跟一次這個 AI 變革。你錯過了網絡那次變革，你這次 AI 更大的一個資本主義的牛市，你一定要好好掌握。而且更重要的是說，那個變革不一定在你旁邊。对，台灣這次難得是我碰到一個非常難得的100年變革 AI 的大變局，然後台灣剛好又是 AI 的這個核心，這個非常難得。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所以你曾經告訴我們說，你的投資有3大的關鍵。第一個關鍵是你要去看總體經濟，就是這個市場是多頭還是機頭。你說這個是 AI 的這個大多頭，你覺得千載難逢。接下來要看景氣循環，接下來要看公司這個基本面，這是你的這個所謂的投資3大步驟。對，大的宏觀環境它一定會有周期性，它一定會有景氣循環。那 AI 這一次的資本主義的牛市啊，它已經打破了這種所謂的過去我們常講的可能7年到8年一次景氣循環、一次利率循環的周期，因為它整個資本支出所推動，包括技術嚴格所推動的力道太強了，它已經打破了這個周期了。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現在目前的周期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非常大的像工業革命啊，我們都沒有經歷過的那樣的周期，甚至比網絡科技還大的一個周期。所以大環境上面呢，基本上周期你要先確認現在目前的一個條件跟形勢是什麼。接下來你就要確認產業咯，到底什麼產業才是在這樣的一個周期下面呢，它是最有利的？比如台股這麼多的產業，你到底要投資食品、化工、紡織，你還是要投資 AI 伺服器、半導體這些產業？你要去做確認，因為這些產業會跟整個周期的大的環境運用，它是相輔相成的。那確認完產業之後呢，你就要再往下去找到這個產業裡面厲害的公司。對，那一般這種投資路徑呢，我們叫做由上而下的投資路徑，就是 top down。先從宏觀環境看產業，從產業再去看個別公司，這叫 top down。但是有另外一種投資思維，就完全不去看這些大環境，我只去看個別公司它的競爭力，那叫做由下而上 bottom up。所以這2個思維呢，我覺得我們的觀眾朋友、投資朋友，大家都可以去運用。我個人是把這2個思維合併運用，因為大環境歸大環境，我們常講嘛，經濟學家10個有11個不同的理論嘛，11種不同的看法。你聽經濟學家的這個看法去買股票，不見得一定會做到標股，對不對？所以說你在微觀環境的觀察上，哪一些公司最有競爭力，哪一些公司是 fundamental 的，你一定要先把它抓出來。比如我講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這一波 AI 如果沒有台積電，我們會有 AI 現在目前的發展嗎？當然沒有。如果沒有輝達，我們會有現在 AI 的發展吗？沒有。所以這2家公司是不是最重要？是。那你應該去思考，在由下而上的思考層面下，你要去思考，在這2家公司所牽連出來的哪一些是跟他們在一起的共同的夥伴？對。那這些共同夥伴，因為這2家公司的成長，這些共同夥伴呢，就能同樣的得到這種成長的力道。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年跟從去年一路以來抓到一些很會漲的股票，主要原因就是其實這個不難的，它就是一個邏輯，跟着台積電，然後跟着台積電越緊密的越好。是的，就是而且它是台積電越不可或缺的，它的技術條件专利是越強大。对，那這些公司呢，越沒有被替代性的呢，那這些公司呢，當然就是最獲利者。所以回到您刚剛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常講嘛，台灣的這個領勞保1000多萬人，對不對？有幾個人在半導體？有幾個人在台積電？台積電全球員工就5萬人。你真正在半導體，在最核心的 AI 圈的人，可能只有20-30萬、30-40萬吧。那我請問你，其他的1000多萬人你怎麼辦？你不在這個核心圈，你在服務業，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分享到這一次經濟跟 AI 增長的紅利，你怎麼辦？你唯有靠投資。你只有靠投資去分享這次經濟增長的紅利跟 AI 紅利，不然的話 ，GDP 2位數增長，你都覺得它只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而已。好，那我們小時候其實有一本書非常有名的，因为那時候股市在哪叫做股市聖經還是投資聖經，我有點忘了。我只記得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口號：隨時買，隨便買，不要賣。可是後來跌下來還被罵慘了。可是當然現在不是這樣的一個，就你剛剛提到，你有一個28原則。這邊我們可能把那個28原則能不能講得更清楚一點？就是我要怎麼樣去做配比？因為有人講說，我就不要買啊，反正你剛剛講我的未來是非常好的啊，你這個一定是在這個左上角，它一定會上升，那我是不是股票抱着不要放，我總是會上去？還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怎麼做調整？你剛剛提到不管是28、6、4、7、3都好，我怎麼樣把我的大水庫跟小水庫這怎麼樣的配比呢？好，你看巴菲特被奉為全球的知名的股神，他波克夏海瑟公司最主要的核心持股就5檔。哦，对。那這個5檔他不是都沒有賣，像蘋果他最近這幾年一直在賣，對不對？但是呢，他還是持續持有了像 Visa 啦、美國銀行啦、這些呢，他長期持有的可口可樂，他完全都沒賣。那你想看巴菲特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為什麼要永遠 buy and hold？因為事實上，美國股市很適合 buy and hold 這個策略。所以我覺得您剛講那個股市聖經那本書，大家對他的你剛剛所講的那句話，持續買不要賣，它其實基本上就是 buy and hold 策略，就是買入持有策略，買入了持有不要動，對，就是這樣的策略。事實上，這個策略是巴菲特所奉行的策略。你說這個策略有沒有錯？我認為沒有錯，但大家對他理解只有一半。這個策略應該用在什麼地方呢？它應該用在長期，而且是超長期投資上面。超長期投資，長期投資，比如說我們現在規劃一個20年、30年的退休基金的規劃，你用 buy and hold 策略，我完全贊成，我完全不反對，因為它就是可以打破景氣週期循環的一個很好的策略。就像您剛剛所講的，正常的市場、好的市場，它一定是往上，永遠是往上走。比如說道瓊，我們未來看到6萬、7萬、8萬點，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可能。我們看到標準普爾500指數上1萬點，甚至未來我們有生之年看到標準普爾500指數上2萬點。都非常可能的。那既然是這樣子，你為什麼不長期持有呢？所以在這個引擎上，您剛剛講我的創造財富的這棵大樹啊，我最主要2個引擎，一個引擎就是被動引擎，一個引擎是主動引擎。被動引擎呢，就是做這個長期 buy and hold 策略的。所以 buy and hold 策略你一定要用對工具。對，我們不是巴菲特嘛，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像他買這麼多股票，什麼可口可樂買這樣多，所以我們就買共同基金。我的策略長期引擎就是共同基金，比如說台股的共同基金，美國科技股的共同基金，或者全球型的股票型的基金，就是你可以在這裡面做一個投資組合，去做長期的財富的增長。那另外呢，主動引擎的部分呢，就我剛剛所講的，在這個引擎上面，我的策略叫做風險調倉。什麼叫風險調倉呢？就當你看到市場相對風險大一點，比如說我們看到第3季風險大一點，我們會做減碼，會做調倉。對，然後呢，等待這個流動性呢再次進場的機會，也就是說我把錢流出來變成流動性，我把股票賣掉變成流動性，我會一部分進入到這個長期的被動引擎裡面，讓基金定期定額繼續運行。另外呢，我會在這個主動引擎上面留一部分錢，等待呢好的機會的時候，適時流動性再去買好的股票。那這個就是我的2個引擎的策略。好，那這2個引擎的策略呢，就可以讓你的財富建構在一個穩定的基礎下，而不失成長機會。那你這個主動的部分，我們看到你的股票有點驚訝，是連你都在買零股。
對，就是說想說以前的狀況，你知道人家整張怎麼整張買吧，就你就買了零股。那我們刚剛聊一下說，你說買零股是因為你的有原則。我們再看一下你的這個所謂的投資三大關鍵，看到要看總體趨勢，你要先確定它是多頭往上走。你要看到這個，我要找好的產業。第三個，你關鍵就是在我要找公司基本面，要龍頭股。所以你說你看上的股票，你不會隨便亂買股票。你看上的股票基本上都很貴，所以你寧可買零股，你都要買你心目中的明星跟龍頭股票。好，我買股票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500塊錢股價以下的公司呢，我會用整股買。但是超過500塊以上股價的公司，我一定用零股。哦，那零股跟整股交易上面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零股只有9點10分才能交易。除此之外，它跟整股交易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那有時候它跟整股交易之間會有一點點價差，我覺得那其實可以忽略。那寶傑，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用零股嗎？因為其實分批買入化整為零是重要的策略。比如我今天這樣講好了，緯穎。哦，這麼好的股票哦，這個6515的緯穎，它的股價最高漲到9000塊、1萬塊。你一張股票要多少？1萬塊錢，1萬塊錢的股票，你一張股票1000萬砸進去，你怎麼砸啊？信華它的股價最高將近2萬塊，你要2000萬的現金砸一張股票，你不覺得你會讓你一次買入的風險太高嗎？哦，那你為什麼不把信華的這個買入方式分成10次呢？你每次買100股，或是買50股，對，用這樣分次化整為零的方式，把你的平均成本確立在一個相對的好的位置上。那反而是你的風險分散。對，因為它就是平均成本的概念。因為你一次買入，你的成本是確定的。比如我今天講台積電好了，我台積電買在2000塊。我一張股票台積電，我是不是200萬的成本就確定？但是如果你把台積電分10次買，好，同樣的1000股你分10次買，一次100塊，100股這樣買，你的10次買入的成本是不是是不是分散的？那你就會把這10次的成本呢算數平均下來，你就是你的平均成本。那你的平均成本在你這樣的操作策略下面呢，相對而言它會變得比較可控，因為一次買入的風險比較大。分散買入的風險比較低，像我在賣股票的時候，我一定也是分批賣，我不會一次把它賣光，也不會，那是有節奏的。對，分批賣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才不會把一張股票賣飛，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它的股價什麼是最高點。所以我會覺得說呢，分批買入，尤其是高價股，分批買入，讓你的平均成本可控，就是入場點可控，然後呢，你的賣出點呢也能達到你一定的這個。理想目的，那這樣的一個操作策略呢，其實在買賣點上面的一個控制法則。那另外提到就是80%或者70%、60%的這個所謂的穩定的大的這個水庫，你的持倉。可是這樣的 ETF 裡面，就現在有個爭議是，我怎麼選 ETF？因為現在 ETF 有2種，一種是我可以配高股息的，對；一種是說我就是沒有配息的。或很多人講就0050跟0056之間的一個差別。那如果我今天是要買 ETF 的話，我要怎麼去選擇呢？而且我到底要選擇主動還是選擇被動呢？ETF 基本上它就是一籃子的股票就是基金，所以它的性質不管主動被動，它的性質原則上是一樣，只是說因為它買的標的不同，所以會有它的這個波動度跟它的報酬期許空間不同。比如說這樣講吧，我們今天會去買市值型 ETF， 我們主要呢是買台積電，對不對？因為台積電一般在市值型 ETF 的佔比呢，通常都在3%到4%，甚至高到6%，甚至高到甚至7%的，都有。那你今天去買市值型 ETF， 其實你一部分是買台積電，另外一部分是買台積電們，就是跟着台積電有關係的這些半導體啊、科技公司。我覺得長期資產配置的。那如果你買市值型 ETF 或者半導體型的 ETF， 今年的報酬呢，基本上應該會打敗高股息型。那你去買高股息型呢，你通常會去買到富邦金、國泰金、中信金這些金控股。但是呢，你在市值型的這個 ETF 裡面呢，你可能買不到這些金融股。所以說，你買高股息型 ETF， 你跟買市值型 ETF 的策略跟目的是不同的。我買高股息 ETF， 我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策略就是穩中求勝，我要讓它波動度是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高股息型的 ETF， 它的貝塔值相对低，比市值型或者半導體型的 ETF， 它的波動度是低的。但是呢，它的息又比較多。比如你剛剛講到0050跟0056，你知道今年00502次配息已經確定了，它一年就配2次，1月應該是年初跟7月配1次。0050今年的息率不到2%可是0056今年它每季配，它現在要配第3季的。
然後呢，你會發現它如果加上這個第四季預估的話，它息可能會到10%，接近10%。所以你發現一個不到2%，一個到10%。但是你會發現0056的今年的資本報酬率輸給0056的資本報酬率輸給0050，還輸蠻多的。對，所以也就是說呢，如果你要純粹就總報酬率來看的話，其實0056是勝出的。0050是勝出的，對不起，0050是勝出，0056總報酬率相對比0050低一點。但問題是什麼？它的息是多的，是，所以就看你到底要息還是要資本報酬率。所以孟華，你今天就幫我們整理了這個東西，這是你幫我們整理的，就是說，如果你要高股息、要債券息的，其實是你自己要先搞懂，你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到底適合哪一塊？你等於說我要做一點功課，我不是說我是傻傻的我就去買這個 ETF 了。對，那我會講很簡單的，如果你今天是年輕人。我會比較建議你偏向半導體跟市值型 ETF 的投資。那你當然你買一點高股息型的，為了平衡你的這個波動度也是 OK 的。對。那但是你年紀越來越長的人，我覺得其實你在這個高股息的比重要把它拉高一點，因為你年紀越來越長，其實你風險承受度越來越低，那你就應該要越偏向波動度低的。那你可以把高股息的比重拉高，就占整個投資組合裡面的比重拉高。那主動式 ETF 又是什麼呢？主動式 ETF 是非常仰賴基金經理人的每天的操作，所以他会盡量想要打敗大盤。如果主動式 ETF 沒有打敗大盤，這張 ETF 存在沒有意義。沒錯，它完全沒有意義。我就買被動就好了。對，我就買被動，我就買市值型就好了。所以主動手續還比較管理費還低很多。對，它的總管理費是相對高的，就是主動式 ETF 它總管理費相對貴。所以你去買主動式 ETF 呢，基本上呢你是去做波段行情的。所以呢，像我在操作主動式 ETF， 我其實是把它當成股票在操作的。哦，是哦。对，那有行情的時候，當像今年第一季、第二季這樣漲上去的行情的時候，我會去買主動式 ETF。像第三季我就比較不會去碰主動式 ETF。第三季因為我認為它是上下震盪，上下震盪行情比較主動式 ETF 就比較吃虧。就它的特性就比較吃虧，但是我認為第四季它的機會又來了，對，所以你可能可以在第三季底啊、第四季初去布局主動式 ETF， 所以你可以把主動式 ETF 呢當成是你的這個持股的核心。就是我剛剛講的主動引擎的持股的核心，其中你可以把它主動式 ETF 放在那個裡面。对，那我们在投資這個股票的時候，還有所謂的定時定額。別人講說有的就是一筆，那我先開有聲音講說，你這個時候不要買定時定額啊，定時定額看起來是分散風險，可是你就1年下來的話，你跟一筆丟進去，你的這個賺的這個差額會非常非常巨大。那我就不懂了，我到底現在我如果要投到 ETF， 我到底是單筆買，我還是要分期，等於說定時定額來買了。好，那這就跟我那個高價股用零股買的那個道理是一樣的，因為你高價股用零股買，你分散10次買，其實你就平均成本。定時定額它就是標準平均成本法，它的概念呢就是隨着我每一次買入的這個時間的不同，好，那價格買入的金額確定，那我買到了單位數會不一樣，好，因為單位數會因為價格變動而出現變化。那在終究時間長河下面，我會得到一個平均成本。那在這個平均成本，假設說我要賣出那個點高過我的平均成本，我就全部都是賺錢的。好，那這個是一個定期定額很重要的觀念，我們叫做平均成本法，它是一個法則。好，那我覺得呢，你要怎麼樣去做這個投資呢？到底是單筆買入還是定期買入呢？如果說你今天有100萬，你無法抉擇的話，那你就要去先問問看你自己。你覺得現在目前是多頭還空頭，還是盤整？如果呢，你非常確認它是多頭，那你當然一筆買入啊。如果你非常確認未來會一路漲上去，你當然一筆買入，你的效率會最好啊。但問題是誰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寶傑，你能回答嗎？我也沒辦法回答你。4萬8的時候，我覺得應該會衝上5萬，你就沒想過。如果你今天問我說100萬我去買哪檔基金，好，然後呢，我是不是一次買入？我也不敢給你建議。為什麼？因為那個涉及到你的錢，我也沒有那個把握。那我就會建議你說呢，那你是不是分成5次、8次進場，或者10次進場？你至少可以去把你的成本在一個時間內把它固定下來。那相對你就不會說在一次的這個追高上面呢去套在最高點，或者說呢短期的高點。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是大家自己的決定了。啊，如果你有100萬，你到底是要一次進場，還是要分10次進場？那就是要看你想要的入場成本是要一次確定，還是平均的成本。那孟華，我們一開場的時候就講到，現在對年輕人來講，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那當然講，你如果我們今天投資，你說你一直鼓勵年輕人要投資股市，因為那個對你的未來、對你的財富自由是有巨大的影響力。可是有的小孩子說，我就是沒錢啊，
我一個月可能只賺3-5萬塊啊，那我一個月可能只有拿5000塊左右，3000、5000，最多1萬塊，我來投資定時定額。可是我就算是1萬塊好了，我1年不過12萬，10年也不過120萬，我真的能夠財富自由嗎？我真的可以從這邊來改變自己嗎？好，我們常講嘛。成功要踏下第一步，所以不管你是一個月1萬塊、2萬塊，或者是一個月5000塊，先踏出第一步。對，一定要先踏出第一步，因為你有了第一步，你才會有第二步。如果你永遠在思考這個問題，就停留在寶傑剛剛那個問題上，在思考說我5000有用嗎？5000有用嗎？我乾脆還是拿去吃喝用掉了之後，你永遠沒有踏出那一步，你可能30歲就變40歲，40歲就變50歲了。那事實上，其實長期賽道定期定額投資，它是要靠時間累積，它一下子不能產生太宏大的效果。你看今年台股漲60%，假設說你每個月只扣1萬塊，你今年扣6個月。你可能報酬才1-2萬塊錢而已，你覺得很不起眼，可是看到股市漲這麼多，你會覺得很心酸。但沒有辦法，人生就是這樣子。我們人生年輕的時候呢，就是累積期。到中年老年的時候呢，就是收割期，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經歷，除非你是富二代含金湯匙出身，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每個人都走過這條路，我當年也是走過這條路。那我們到今天呢，也是一步一步累積上來的。所以我還是很建議年輕人，不管3000、5000、1萬塊，你一定要開始踏出第一步。對，那先從定期定額開始做，這個是最好的一個策略。你也幫我們整理，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每一個月投入5000塊，我每個月投入1萬塊，我這樣子，其實。你一開始覺得當然就非常非常的低了，對。可是你只要經過了數年之後，那個成效就跑出來了。對，你可以看到啊，所以巴菲特的雪球效應就是這樣啊。巴菲特說，你只要給我一個雪球開始滾，然後給我一個長長的坡道跟足夠濕的雪，我有足夠的濕的雪，我有長的坡道，我有初始的雪球，我那個雪球滾下去，我那個雪球會越來越大。巴菲特他就告訴你，其實就是本利和的觀念，時間、本金跟報酬率。所以在時間的長河下面呢，你有一定的報酬率，然後呢，你開始去滾這個雪球，你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張表格上面的一個條件。你可以看到啊，5000塊好少哦，寶傑，你可以看到，但是20年下來，你也有290萬啊，将近300萬啊。對。好，更何況你不會只有每個月5000塊，你會隨着你的年紀、你的工作所得的增加，你可能會變到最後一個月扣到3萬塊。那你可以看到3萬塊20年就不一樣了，3萬塊20年就有1700萬呢。所以這就完全不同嘞。所以這叫做本金基數的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本金基數的概念。一個本金基數是什麼？我們可能從5000塊開始，我們本金基數的累入可能每個月會變1萬、變2萬、變3萬。所以你一定要這樣的把你的本金基數盡量累入到大的一個基數，因為在越大基數下面，同樣的報酬它所能產生的那個絕對金額的數字會差距非常的大。我聽過我一個朋友怎麼樣幫他的小孩子，就是說他小孩子從小很小的時候就等於說一個月幫他存1萬塊，那存1萬塊了以後呢，他說他就是因為是定時定額，定時定額不會就是一直定時定額，你一定會時間到，比如說你可能設定個賺個25%或者賺個30%，你就把錢領出來。那假如說你今天投資個1年大概12萬，2年24萬，你差不多24萬的時候，你可能領出來的時候可能是30萬。那30萬的時候，他就把這30萬當成一個 pool， 你原來要扣的1萬塊我還繼續扣，那我這30萬呢，我就再買一個基金。所以我就變成我本來一個月扣1萬塊，我現在变成一個月扣2萬塊，那我就慢慢的累積，慢慢累積。那等小孩子到了長大了以後，他可能扣三個戶頭到4個戶頭，然後這3個4個戶頭他就累積的會非常快速。那你這3個到4個戶頭的時候，累積到一筆的時候，他就不要定時定額了，你就去選一個好的股票，然後再去買。所以可能這個小孩子一開始覺得非常非常的慢，可是等到他到20歲、30歲的時候，他可能就已經他的第一桶金就已經出來了。沒錯啊，因為就是本金基數啊，一開始本金基數小啊，後面本金基數越來越大。你剛剛那個朋友是很厲害的朋友啊，這個是很好爸爸，從他剛開始出生就幫他每個月1萬塊，就讓他時間週期是到他人生的最長，這是很棒的事情。所以我們的觀眾朋友，如果你有那個能力，其實你也可以幫你的孩子做定期定額，你不要等到他20歲入社會的時候才做定期，你現在就可以幫他做。如果你有，當然這個前提是你有能力。那另外您剛剛所講的那個叫做主動停利法。也就是說呢，當他定期定額一檔基金到20%到30%的時候，我把那個獲利領出來，然後我再去買另外一檔基金，那個叫做主動停利法，那也是一個專業的操作策略。对，比如說我再講一個大家都可以用的叫做5%停利法。什麼叫做5%停利？5%停利法呢，就是你會覺得啊，5%好像很少，我今天50萬，我5%是不是25000塊？但是呢，我每一次停利呢，我領出20%。哦。
我不是只有我雖然賺95%，對不對？但是我是領20%，也就是說我領10萬塊出來。那我的原來的賬戶本來是50萬不變，我領10萬塊，我這10萬塊領出來幹什麼？我10萬塊領出來去扣另外一檔基金，是同樣一樣的概念，一樣的概念，只是你的停利是20%、30%。对。那另外呢，也有種停利，就是說我很快停利5%停利，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設5%停利法啊，10%停利法，都是一樣的概念。但是呢，領出來是領這個領1倍就對了，對，就是你5%停利，对不對？我可能可以去領20% 出來，就是5%停利，但是領20% 出來，对，用這樣的方式，用這樣的這個，你說10%停利，我再去領20%出來也是可以。好，那麼我們都是經過很多的練習，很多的經驗來到現在。那我看到你自己的過去故事裡面，你看了很多的財經書，你看了那大家就非常好奇是，你這個過程裡面，我要看書嗎？還是我要去用什麼方式？還是我去看什麼樣 app？ 或者我現在有 AI 了，我要再用什麼樣的程序可以精進我自己嘞？好，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書上沒有的，就書或者說呢，資訊是非常多的。我們早年那個時候，我要去找一本技術分析的書都找不到。我剛剛開始入股市的時候，民國80年的時候，真的那個資訊非常少，完全市場沒有一片空白的情況下，那是一個主力時代。那現在年輕人何其有幸，因為現在的課程啊、各種書籍啊、網絡資訊非常多，現在不缺資訊，你怎麼去篩選對的資訊的問題而已。你怎麼樣去去蕪存菁？另外還有一個跟資訊無關的，叫做做中學。就是 practice， 因為你要把這些資訊啊，這些變成轉化成知識，一定要實際參與，而且你要內化成能力。什麼叫能力呢？能力就是你的 capability， 你這些必須要在做中去轉化，它其實是一個很妙的轉化過程。那你必須要去 practice， 所以你必須要在資本市場上去練習，你就真正去投資，是的，真正丟一筆錢進去。對的，你賠過錢，你吃過虧，你才會知道那個教訓。對，那做中學呢，其實是很多人欠缺的。我覺得，資訊現在不是問題，重點是呢，你有沒有這個意願去做中學？對，好，那我們台灣這邊其實對你來講我就很好奇，很多人其實追求到最後，我覺得不是去賺那個股票的這些錢，是我要有財富自由，對，我要讓我自己安心的去，我就會說，人有財富自由，你才有尊嚴，你才不會去，你才有辦法去體面的去面對這個世界。那對你來講，財富自由是什麼？怎樣財富自由？財富自由基本上有一個很基本的公式，什麼樣的公式呢？就是你的生活支出，然後呢，你的被動收入。假設你的被動收入呢除以生活支出，它大於1或者等於1，你就財富自由了。也就是說，寶傑當一個人呢，或者一個家庭，他的生活支出，所有的支出，他可以用被動式收入去完成它。就我不需要靠薪水了。我不需要靠工作了，然後我就可以支付我所有的支出，那叫做財富自由。但財富自由沒有極限，因為它可以1，它可以2，它可以3，它可以到無限大。所以就端視你對財富的追求的想象是什麼。但我覺得人也不要過度的去追求財富了，因為你追求到財富，最終我們還是會受到壽命啊，我們人的極限的限制啊。所以你應該在追求財富的同時呢，去追求你自己人生的一些理想。好，比如說呢，你喜歡做什麼事情。學習什麼事情去把你的理想呢，可能用你的財富去做一些規劃，我覺得那就更好的事情了。那基本上呢，財富自由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們的觀眾朋友很多人都已經達到了，只是說呢，人生的追求跟理想你有沒有達到，那可能就另外一回事了。是，好，我們跟慕驊聊得非常愉快，就是真的你就感覺到台灣人何其有幸。对，也就是說你今天面對了一個 AI 時代的來臨，那台灣又剛好在這個 AI 時代浪潮裡面的巔峰，那我們在這個浪頭上面，你要不要去參與？你要不要去參與這個？那跟你未來你是不是翻轉至關重要。所以剛剛慕驊特別強調，與其你聽很多看很多，我們倒不是鼓勵說你真去這個，你可以去在這個過程裡面嘗試着你去感受台灣的改變，台灣的這些立德，這個對你來講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非常謝謝慕驊到我們的，謝謝大家，謝謝寶傑。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君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
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政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